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中贸易战新一轮的战争开始了。中国大陆不只有稀土牌现在大豆这件事情大豆牌打得如火如荼，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大豆现在有一半卖不出去堆积如山，无处可去那川普很生气呀，他说我会反制你，如果你停买我的黄豆的话 ，OK 的，我也不买你的食用油。那我们看看呢，美国的财政部长更加加码批评中国大陆，说经济差还要拖垮全世界，这是贝森特讲的话他说你中国大陆经济这么烂，你还要拖垮我们你们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那另外这个美国这个扬言不买中国大陆的油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呢，其实中国大陆有回应中国大陆的媒体是这样讲的，他说所谓的食用油这个中美之间食用油贸易的主要部分是什么？是美国进口中国大陆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的废弃食用油 UCO 所以不是真的拿来吃的，不是用来民生用的油，而是拿去做这个生物燃料。那这个大概去年的话中国大陆出口的总量的43%，的确是输给美国的，输往美国的，是由美国买去的。那这个可不可以当做一项武器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大豆，也就是黄豆出口断崖式的崩跌，恐怕现在算一算会损失1600万吨的订单这些包括农民啦，还有一些经销商啦，整个产业链现在愁眉苦脸。而另外呢，中方的贸易代表是不是看起来很硬啊？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于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大陆商务部的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就这一位先生，他态度是强硬挑衅呛美方如果不照北京的意愿行事，将面临地狱之火。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地狱之火了那两边当然互相威胁，互相叫嚣，互相卡脖子，互相出招，最后谁会赢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稀土这是中国大陆看起来很厉害的一项武器。可是就在中国商务部说我要严格的控管稀土出口这件事情之前，这个磁铁其实已经开始做了，已经开始卡脖子了。这是消息人士说从9月份开始，中国大陆的稀土磁铁公司在出口许可证申请方面已经非常严格了就在北京宣布扩大这个稀土出口的管制行动之前，他们就在做了呀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稀土战背后美国是不是哪个环节没有顾到呢这个是来自于华盛顿政治圈的一项流传的消息这是这样讲的说是川普看到中国宣布这个稀土管制的这个最新措施之后很生气就叫这个人来叫这个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来，他说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把跟中国的贸易搞砸了美国商务部9月底在出口管理条例之下引入了50%的规则，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多就是比他们实体添加出口管制里面好几倍的这一些厂商可能会被管制，会被某种程度的制裁所以这个两边其实现在看起来都在做一种程度的备战。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所谓加征100%关税这件事情会不会进行到底。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这取决于中国在稀土争端中的下一步行动，也就是说看你中国这个稀土牌这个管制到底要进行到如何严格，或是会不会进行到底，我再来考虑我要不要加征你100%的关税现在是拉锯战，在报复跟和解之间的拉锯战所以全球必须讲所有国家都在观察这两个大国下一步是怎么做的。现在是连公海的货运都被这个烧到了，我们看到包括中美两国互争港口费所以呢这个包括中国的商务部也说要制裁韩华海洋在内的5家美国子公司这是最新的宣布他说包括对中国采取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的调查措施像这些这个株式会社看起来是日本的一些公司韩华海洋株式会社在内的5家美国相关子公司
他也要实施反制的措施哦。所以两边你制裁我，我反制你，很多商家、很多这个贸易家哦，这个贸易公司都被牵扯进去了。来请教老师，大豆的问题中国大陆已经不是少买，而是不买了。这个不买就造成了美国大豆农的恐慌。那美国大豆农他们都知道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来自于川普的关税，所以他们自己的理事会主席都说：“你停止关税吧，你的关税战引起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恐慌，而且呢，我们不要你的补贴，因为我们可以养活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富裕我们整个地区，我们不要你补贴。”那可是川普他目前来讲是没有办法听下去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大豆不买了。那大陆祭出这个稀土的时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陆发现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说，明明有4次的会谈，从日内瓦的第1次会谈到最后一次是在马德里，西班牙的马德里，最后一次会谈，谈完了以后呢，你美国的商务部对于中国企业的制裁就没有停止，没有收手过。前前后后加起来3000多项，那这个对大陆来说的话，就是说你川普原来你是说一套搞一套，你跟拜登是一样的，又在玩这个两手的策略，谈判然后制裁，谈判制裁。那原来川普现在才发觉，就是说他被这个鲁特尼特搞垮了，原来他大部分的情况都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掌控好他最关键的几个部会，例如说他的外交部、国务院然后他的本身的这个财政部，还有就是最高贸易谈判代表，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商务部，因为这些制裁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商务部的，他都没有办法管控好。那现在才发觉到说，原来是商务部在他们谈完了以后，继续对中国大陆施加制裁。那中国大陆就觉得搞得有完没完了，你是说一套做一套嘛，耐心用尽了，用尽了以后，这个稀土的这个机制因为它是一个机制，它不是一个政策，也不是只是一个措施，它是一个法律规章，也就制度化了。那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全球的这个稀土施予这个全球治理权了，因为大陆掌控有这个70%以上的这个开采权，也就是稀土的70%的开采掌握在中国手中，90%的提炼掌握在中国的手中，93%的精炼掌握在中国的手中，那你其他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撼动中国占有支配权这个地位。那大陆现在采用的就是我用我的统治权、我的支配权来支配全世界的稀土，它本身的获得或是没办法获得，我来进行管理的。那美国一看真的是没办法，你看美国现在出的手段都会被人家笑掉大牙。第一个，川普说100%的关税，他讲出100%的关税的时候，华尔街的3大指数狂跌，然后他一看说哇，跌成那么惨，又收口了，说不一定实施。格里尔又提到了说，这个100%的关税，很有可能是11月1号当天，也可能是之后，也可能之前。可是问题是，245%都不怕了，怎么会怕你这100%呢？所以这个是川普的第一个玩笑。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食用油的问题。这个食用油不是真的用来吃的它是一个废弃的食用油的2次加工，然后卖到美国去，主要用作哪里？用作柴油发动，也就是做燃料用。那你美国没有像中国大陆买这么多的这个做提炼柴油的，影响的是你美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食用油的总量也不过就是几十个亿而已，而且40到50卖到你美国去也不过就10几20个亿，所以事实上它的数量并不多，而你的大豆却是128亿这么的高那这个完全是不同比例，而且你没有这个柴油的话，你的很多柴油的汽车就会出问题了嘛，所以你是自己伤害你自己。那我们看到现在格里尔他也束手无策，而且坦白说，月底川普能不能跟习近平谈到话已经不确定了，所以格里尔最后的一个谈话中已经露出他的一些讯息了。之前都说月底会谈判，
现在格里尔说有可能谈判，也不一定能够谈判了，因为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谈了。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坦白说，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反制措施，它几乎已经没有筹码，它没有工具可以用了。那也就是范斯所讲的都是吹牛。范斯说：“哎呀，我们的工具想很多了，所有的牌都在川普手中。其实现在能打出来的都是很可笑的牌，因为根本都不是牌的牌，那就代表什么？美国根本没牌了。那大陆对于你的这个船舶的问题啊，就施以反制了。这一反制，您刚刚提到的韩华，韩华对，韩华是韩国的一个船公司。这个船公司是把过去大宇已经要倒的把它买下来。那它目前来讲占全世界的份额大概是20%到22%左右。那 CSIS 说可能会到28%、29%。是，但是中国大陆的船公司占60%。而这个集团它在帮助美国去修理中国大陆。所以提供给各种情报讯息给美国来对付中国的船舶。是，那现在中国大陆也对韩华施予制裁。是，那施予制裁就是中国大陆的组织、企业、个人都不能够跟这5家子公司有任何来往。这代表什么？它最主要做的是军舰的建造、维修，还有一般的商船的维修。那请问一下，没有中国的稀土，你根本什么都做不出来。是，来，彬哥，我觉得现在是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贝森特试图要告诉全世界说，其实这是大陆商务部跟财政部在内斗习近平不知道，他搞不好根本不晓得发生这件事。这听起来很诡异啊！贝森特难道不知道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地方吗？习近平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件事？那好，就算他发布之前不知道，发布之后他也知道了，对不对？难道你以为习近平是傀儡吗？就任商务部跟财政部摆布吗？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嘛。那但是贝森特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很简单，第一个他在安抚市场，告诉他这可能是个误会，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没有要这么强悍。另外一方面，在他自认为说，我给你一个修正的机会，你们可以赶快再修正一下。那实际上真正的是什么？真正内部是因为他们也要修正，他们也不想真的去抽什么100%关税什么东西，他们要往后退，可是不能只有我退啊！如果只有我退，那又变他口了，又被人家笑那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假设对方也搞错了，然后让他退，然后呢，我们这边你看他透过媒体放出消息来，是卢特尼克的问题，卢特尼克搞错了，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什么？你知道，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那大家就解决了，都是卢特尼克的课，对，不错。所以反正是不是往这边走，我不知道，因为这2天不是又有消息出来吗？说10月底的 APEC 可能2边都要去川习会有可能会成功啊。所以你看，大家就是在玩这个游戏，真的不要随他们起舞，我们就慢慢看。好，来请教将军。我觉得说川普说是不买中国食用油已经用到这招来讲，他真的是没有招了。这种食用油其实讲难听点就是垃圾嘛，就是我这个已经用过的油以后，譬如说是这个锅子里面炸完以后，那个油来讲不能在第2次人食用来讲的话，我倒出来以后就卖给你美国等于说已经废弃油。那这种油来讲的话，当然它可以去提炼做生质柴油。各位知不知道以前我们来讲在部队里面有教我们，如果说这个作战的时候，万一这个战车或者是军用卡车临时没有柴油用完的话，这种一般的这种食用油倒进去，你也可以应付一阵子。就是它就是利用这种原理然后当然它制作出来比你自己去提炼要便宜，所以美国去买这种东西。那如果说是美国不买，那就很简单嘛，中国自己也可以用嘛，对不对？中国自己有这种技术，这不是很难的技术，中国自己提炼出来以后当做一个生质柴油，中国自己可以用。可见呢，美国会出这招来讲，代表它已经没有招数可以使了那这次我觉得中方来讲这是跟美国来讲可以说是贸易战全面的一个升级，而且对抗可以说是我们看出来毫不退让，从不买黄豆到稀土的管制到这个锂电池甚至于到港口船舶的停靠来讲的话，全部都是针锋相对这个刀刀见骨。那这个谈判代表李成钢事实上确实是一个狠角色。他第一个
他对自己的业务非常的了解，他对于谈判的内容非常的清楚然后他也很有耐性，然后他这个坚持到底，绝不退让。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从他身上想要讨到一点便宜的话，我觉得根本不可能。那这次中美贸易战，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根本就是轻忽大意我们知道，如果把贸易战当成一场战争来看的话，作战之前最重要的是情报嘛，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实力？你知不知道对方有多少实力？你必须要很客观的去评估双方到底在贸易战之中各有什么样的这种工具箱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川普跟鲁克尼克在这方面来讲没有做好功课，就贸然的开打这个贸易战，那打到现在发现说是他已经没有武器可以用了，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已经占到上风了。那我特别强调这个川普你可以 tackle， 你可以变来变去，可是我跟你讲，中国不见得会 tackle。中国如果说是这个不管是稀土的方面，或者是船舶运输，甚至于锂电池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如果美国没有让步，没有先让步，没有达到他所要的东西，那他来讲，他如果不 tackle， 他不会回软，他继续跟你坚持到底。我觉得当然了，贸易战的结果一定是双方都会有所损失，只是看谁损害比较大，谁只是伤到皮肉，谁会伤筋错骨。那这是很明显看出来。中国可能只是伤到皮肉痛而已那美国可能伤筋错骨，甚至于对全世界影响都很大。所以我们从这个双方的谈判代表以及双方的谈话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出来，美国已经在示弱，已经在表，可是他为了表示他是一个强国的这种声势来讲，他不愿意先示软。但是我觉得形势比人强，那如果这方面都继续跟你卡到底的话，那美国形势比人强的状况之下，你要不要先服软，然后先退下去，不然的话你真的会伤筋错骨。是中美在这个贸易上面有比拼，在军队在武力上面当然也有很多的较劲。到底中国大陆的武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不过央视这一则报道却意外曝光，歼35这一款战斗机已经量产了60架那等于是72小时生产一架。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这个新闻报道很多网友都非常厉害，扮柯南看到它这个战机的编号。包括说这个编号一开始呢，我们看到3505、3506，如今编号从3503到3557所以你去推算，大概3天制造一架。那央视也说，福建号多次海测海试进度超前，专家就批评了专家有一个这个评论，他说中央至少需要6艘航母。包括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大陆的陆军的这个军事专家，叫张军社，他说中国至少需要6艘航母，才能够确保2到3艘随时维持战备的状态，所以还要再继续制造这个所谓的这个航母。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就说，中国大陆的舰载机进化，中国航母的战力觉醒了你看到像这样子的军事一些评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杂志他们的评论是这样，用一个词概括中国歼35新型隐身舰的载机是进化最后它就是用进化来形容。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最近在天津的直博会，这是直升机博览会，上面有一款直升机亮相了，它是突击型的直升机说是它的火力非常的强悍。我们来看看，这是直20T 它是机身呢2侧 ESS 短翼挂架，每侧可以有2个挂载点，可以携带副油箱延长航程，或者是挂载8枚的 AKD-10 反坦克导弹，还有火箭炮、雷射武器，火力输出对比于美国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所以都是在博览会上面很多军武迷看到并且记录下来的。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量子雷达这是什么？我们大家知道雷达它是要追踪或者去侦测敌军敌机过来。那中国大陆它宣布它大量生产世界上第一台第一具有4通道的超低噪音单光子探测器，它是可以去探测什么？最小的能量单位就是非常非常小的能量，我也可以侦测得到可以帮助建立量子雷达追踪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像是 F-22像是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当然他们也在做一些准备嘛，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是说，美军在做雅努斯计划，这是什么呢？这是美国陆军它前天公布的雅努斯计划，目标是在2028年前为基地提供微型的反应炉那主要是提供电力，因为我电力不够，你什么都没办法做所以是微型的反应炉。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海豹突击队这个非常有名，它有一个博物馆。可是它不知道是物质还是什么用意它放的这个所谓的海军25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海报它要庆祝嘛。可是上面的这一艘舰说是这个俄罗斯1164型的光荣级的巡洋舰照片所以这个是物质吗？我不晓得。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委内瑞拉这个所谓的弃毒这件事情，现在又升级了。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这是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贴的一段，大概是30秒的影片。只见水面上有一艘静止的船只被飞弹攻击之后爆炸。那大家知道呢，川普说这是美国有毒枭这是他们的船舰，所以我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可是从9月以来，川普已经在国际水域上面说是攻击这一些船只，说他们是毒枭的船，大概已经是有第5次的打击，这一次是第5次，那至少造成了27个人丧生。可是美方没有提供比较细的数据，说上面到底是不是毒枭或者是一些背景资料，还有船只上面人员的身份，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有一些律师说，这已经违反了国际法那我们看到呢，委内瑞拉就说，你川普是不是想要战争那你说马杜洛是暴徒般的盗贼统治者，那川普是这样形容他的。可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却说，我有收到来自于美洲各地原住民的来信，他们愿意为了保卫我们国家的土地而战，所以下令要组建所谓土著旅就是原住民的这些这个民兵组织所以看起来是不是两个国家的这个战争一触即发呢？我们看到美军这5度打击疑似我刚刚讲委内瑞拉的毒船，已经这一次有6个人死亡加总起来有27个人死亡。所以美国媒体说这是川普可能要逼迫马杜罗下台。来，先请教将军。这个解放军他不可能说是3天就生产一架歼35战机他应该之前就已经生产出来了，只是说没有公开亮相。那现在因福建号要成军，因为这个是舰载机嘛，所以他现在才公告这个数据，而且到60架。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它军武的生产它产能线它绝对不会100%全开，因为它要保持一些能量它这个可能后续来讲有新的研发或新的改进。那通常来讲的话，最多大概它的产能来讲75%。那这次来讲的话，会到60架，代表一件事情，很明显的代表一件事情，解放军它可能004或005已经开工了，或者在短期之内你就看到它这个下水或者是成军，因为这种飞机就是为了这个军舰、为了航母上面使用了。你做那么多的飞机那你代表说你一定有这么多的航舰所以我相信后续来讲的话，我们一定可以看到004很快可以官宣，可以公告成军。那之所以说是为什么要6艘，我们都知道航空母舰大概有1/3会保持1/3在战备巡航，另外有1/3是在整备，在港口整备待命，那另外有1/3要进港维修。那如果说是按照现在已经有3艘，如果我们推测可能004、005，现在传言是说在南北各造船厂同时开工可能6艘航空母舰就不是传闻，而是真的是即将会。这个我们即将会看得到。那解放军这个所谓的直20T直20是它的通用型的直升机，那它的武装战斗直升机原来是5直10，它现在将直20它的这种载量更大，马力更强它把它改装成攻击直升机。那我想说对地的攻击能量会更强。那美军来讲的话，当年这个阿帕契跟战车战力比，你知道是多少比多少吗？16比0。
16:0，为什么可以达到16:0呢？因为它直升机它停在空中来讲的话，你战车炮没有它的地狱火飞弹打得远嘛。那它一架直升机可以带16枚的地狱火飞弹，它就一架一架战车给你点名。那时候在1个晚上之内击毁了这个波湾战争的时候，击毁了伊拉克这个上百辆战车，就是靠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如今这个解放军也这个发展出来，它这个直20的这种武装直升机，我想说。当然了，这个是陆军的，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空军，这是陆军的这个支援对地作战，我们称之为地空整体作战，就是你把它当做一架会飞的战车那种概念来看。那同样，它也挂载很多的这个空对地攻击的对攻击战车的飞弹哈。那我们台湾现在买了这么多 M1 战车，那如果说战时的时候碰到这种直升机，我们如何来反制这个东西？我们国防部必须要去研究了。那之所以说这个量子电脑，其实解放军已经有这个反隐身雷达，而且已经实验成功，它叫 YLC 雷达，它是米波的雷达。那曾经在叙利亚上面来讲，它卖给叙利亚。叙利亚来讲，利用这种雷达已经捕捉到 F-22，这是真实的战例，也曾经发生过。那前2天我们这个听到大陆的官宣说，这个歼16战机对抗美国的 F-22，大家可能会怀疑说这个 F-22是隐身战机，那歼16只是世代半战机，它怎么可能会捕捉到 F-22，而且跟它发生这个狗斗缠斗的情形？我认为就是这个米波雷达。那米波雷达它可以抓到隐身战机没错，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体积很庞大，它必须在陆上架设在陆上架设来讲的话，沾收到以后，这个发现雷达有反应，它将这个情报给天上的歼16去拦截。那如果量子雷达来讲的话，它可能这个面积可以做的体积可以做得更小，然后可以3度空间。那我想说，如果说未来可以装到战机或者军舰上面来讲的话，那对于反隐身的效果会更强。是这个3天可不可以制造出一架飞机？我们看到央视这边的报道是说，他们在沈飞公司这边有一个25万平方米的智能厂房，4条生产线高速的运转，所以呢，歼35的生产周期是可以压缩到72小时一架这是央视的报道。对，我们也觉得很疑惑，可是这是我引述一下央视的报道。如果真的是这样，是蛮可怕的，蛮可观的。来，我到过这个重庆赛力斯去看他们的那个这个自动化的生产线，是他们是跟华为合作，问界8就在那个地方生产已经是全自动化了。是，那也就是说，只有到最后品管的时候，其实他们连品管都已经用 AI 来做检测。那只有到最后收尾的时候，再用一些少数的人来去做这个控制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的话，等于是说，因为他们是同时建造，例如说我可以同时建造10几20架，整个生产线开，然后因为你知道，我们不可能说我3天从一个零料件开始组装，然后3天完成，它事实上是一个平均值。例如说我这条生产线。我同时开20架，然后我到60架完成的时候，总共需要多少时间？我就可以用这个来乘数来平均那平均下来就是3天就是1架。我想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常常看到一条生产线下来以后，几十辆车同时一直在走了，那同时在走，等到它出来以后，你就可以说它总共是2个小时1辆车完成。它事实上是这个概念从歼35问世，然后到航母被电磁弹射起飞，美国的福特号到现在还弹射不了这个 F-35，这个才引起全世界高度的一个关注。也就是说，美国的电磁弹射还没有办法把他们的隐身战机弹出去，而中国的这个电磁弹射福建舰已经可以把中国的隐身战机，就是歼35弹出去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等于是中国大陆的电磁弹射的航母比美国的福特号的电磁弹射的航母还要先进，这个才会让川普很不开心的原因。就是说，等于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福特号，结果比这个大陆的这个福建舰还要落后。那吨位大，怎么会弹不出去自己的舰载机呢？就代表说，当时在建福特号以及在做舰载机的时候，他们的2个部门的沟通协调并不一致，
那这样的话造成了它本身的弹射的时候例如说可能飞机在推的过程中怕产生龙骨折裂或者脱裂或者等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无解，他们还找不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可是隐身战机的一个特色是在于让你看不见，而当你的雷达能够看见的时候，隐身战机的优势就消失了。现在为什么美国它不断在过去它 F-22也好 F-35也好都进入中国大陆的边界，但是现在都被看到了以后，大陆我能够看到你的隐身失去功能，我就可以用我的甚至4代机可以我的缠斗性能更好的去缠你这个缠斗性能比较差的 F-22 了。F-22是一个重型机，它空优战机，但是它并不适合缠斗的时候，当我看到你，然后我可以指挥我的这个歼16，我靠近你，然后我跟你进行缠斗，结果F-22打不赢它，当然就只好跑。那这个都是很丢脸的事。那为什么这次直20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它是在大陆来讲，这本来是有一个关卡一直突破不了。歼10很早就出来了，可是歼20这种通用型的而且是10吨重的这种通用型的，这个在美国来讲的话，已经是一个直升机的优势。大陆过去很难跟它竞争，现在大陆突破了。突破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可以用在物资运送、人员的突击运送，可以用在反坦克的运送、攻击突击的运送。这样子一个战斗机的多功能性，它当然威力就很强了。是，来请教彬哥怎么看？对，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生产能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照理来说，他没有必要这么赶，他干嘛要这么赶的去生产这么快？72小时一架，也感觉很像在下水。这个应该是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了。这个他平常应该不是用这种速度生产，没有必要用这种速度生产。可是第一个，他当然是强调他的生产能力；第二个，他为什么？你看。这个他现在一下子就造了60架，以这种产能，那他接下来准备要造多少架？600架吗？恐怕都不止。按照这样，因为他现在他本来歼35就是跟这个歼20做高低配嘛，对，所以如果歼20现在据信都已经有300-400架以上，那这个歼35未来的数量可能绝对不止，搞不好会上千架。要这么多干嘛？其实除了他自用之外，搞不好他要卖给别人。卖给别人。对啊，而且他最近不是外销型的，外销，最近正在透过巴基斯坦正在跟中东这些国家谈啊。巴基斯坦可能会先买歼35，那未来可能，我认为他有可能会把部分产线转移到巴基斯坦那边去，然后由巴基斯坦那边再卖给中东这些国家。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心想要扩大它在整个这个军武市场上面的影响力。那当然也是他自己本身战备上的需要。那至于说中国大陆是不是需要6艘航母呢？在未来，我认为它当然是需要。可是以现在有这个急迫性嘛？我觉得其实以它目前来说的话，它假设现在004也开始在建了嘛，其实有4艘航母的话，原则上在2040年代之前，我觉得对它来讲已经很够用了。那当然，未来它如果想要进一步提升，那它有6艘航母，当然也不意外。只是如果它已经拥有6艘航母，那大陆接下来就要发展什么？它要发展海外基地，它海外基地要够多，不然它6艘航母变成无用武之地哦。那至于说，你看，相对于中国大陆不断的在往外推进，不断的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你看美国在干嘛？它基地现在需要 SMR， 就是需要这种微型反应炉。为什么你知道？其实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美军都已经预期到，在未来战争中，他们的基地会被人家切断补给。他没有办法补给自己的基地，所以他必须要能撑持一段时间。所以美军已经开始往一些比较坏的方向去想。所以这恐怕是2战以后美军面临到最让他感到压力最大的一个时刻。但美军自己也太拉扯，他连俄罗斯的战舰构型如此差异如此之大，他都分不出来。所以这是物质哦，这是物质，很明显的物质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美军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型的战舰了啦。他这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很奇怪。那至于委内瑞拉这件事情，老实讲，大家不觉得很怪吗？对付那个毒枭那个船其实很小，你有必要用那么贵的飞弹去打它吗？对啊，我觉得他到底真的有没有打？有吧，都播出来了不是吗？那个影片谁知道那是打什么？你的意思是有可能是造假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很怪，对，因为毒枭的武力
根本跟美军是不成正比的嘛。不对称。然后讲美军光用舰炮就可以把它吃得死死的，他为什么要用那么贵的飞弹去打它？而且飞弹打下去最大的好处你知道，死无对证，全部灰飞烟灭，就整个炸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我看来，他会用这种方式，目的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那到底是不是毒枭？我看恐怕都不确定。对，因为美军到现在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于被他们消灭的这些船只上面的任何的详细的一些情资哦，包括是哪个毒枭、叫什么名字、它的来历都没有提供，所以很多人也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另外，我们来看看呢，中美的对峙哦，现在延烧到南美的阿根廷了。我们知道阿根廷这一位总统哦，米雷伊，他那时候上任的时候，竞选的时候出了很多的风头，他曾经挥舞像这样的电锯哈，说这个自由主义者哦，这位他说他是自由主义者，寻求哦，现在寻求右翼盟友川普的协助哦，在26号他们就要举行期中选举。这一场选举呢，被视为米雷伊的民意试金石，他能不能够这个过关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跑去找川普了哈。那这个在白宫里头，我们看到川普他接待米雷伊的时候呢，川普说：“我可以提供你200亿美元的资金啊，哦，我可以援助你阿根廷平息货币危机。可是我有一个这个前提哦，你的政党如果没有办法在其中选举头胜选的话，我们不会浪费时间，你也拿不到这一笔钱。”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川普还另外加码了说什么呢？他说：“我警告你啊，你绝对不该与中国有军事往来哦，就警告他哦，警告这个阿根廷的总统，如果你跟中国大陆一般的贸易啊这些 OK 啦，可是如果你跟中国有军事往来的话哦，我会非常非常的不开心，我会非常非常的不满哦。你看到川普他在全世界这个到处呢耀武扬威，包括在这个加萨这个所谓的停战协议现在是签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代》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是用这个角度的照片，川普的照片，还说这是他的胜利川普的胜利。可是川普很不高兴啊，本来登上《时代》杂志，而且标题写这个他的胜利，应该是觉得蛮开心的。可是他崩溃了，为什么？他说这是怎么选的照片选得很烂我头发不见了，那我头顶上还有一个漂浮的东西，像是一个漂浮的小皇冠，真的很诡异耶！这个很烂的照片，有必要这样吗？所以他对这个《时代》杂志很不满意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找来了埃及、卡达还有土耳其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项所谓川普持久和平与繁荣宣言的一个协议，这个是以哈停火协议就希望可以巩固这个停火协议。那用他的名字用川普的名字冠名，你看看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所谓的光荣这个宣言里头有写了。他写了说，承诺要用外交来解决争端，以后就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打来打去了。可是《纽约时报》就分析说，川普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那加萨的未来还是不明他的前途不知道因为这个所谓加萨宣言，以哈的领袖都缺席，都没有来，所以接下来加萨何去何从啊？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谈那也没有说明加萨需要重建之后需要什么，也没有讲这些巴勒斯坦人的前途将会如何。看起来还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状态。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以色列又开火了，他在加萨击毙6名巴勒斯坦人。以国的军队是这样讲，他说这些人越界违反了停火协议，所以我们把他给击毙。那另外呢，川普也警告哈马斯说，你要赶快把你的所有的武器都给我缴械了，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这么做的话，美国将暴力出手，我们美国会出手，我们没有在开玩笑。而另外呢，川普最近呢在月底即将出席东协峰会，要见证泰国跟柬埔寨来签和平协议撤除地雷跟重武器。所以川普现在要当和平大使他已经上瘾了，他到处去做这个所谓调停者。来，我们请教这个老师。川普就直接介入阿根廷的期中选举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票投给米莱的政党，你就可以拿到我200亿的贷款美元如果你票没有给米莱的话，他的政党，那你阿根廷你就拿不到我的200亿美元的贷款。那你们阿根廷人自己做决定，要钱来解决稳定你的货币，还是要政党
啊，就是要支持反对党，这个太赤裸裸了啊。如果他对台湾的选举，如果直接说你这个支持国民党，我就给你免税啊，税就不会是19%， 10%，10%，那你支持民进党的话，就19%，甚至再加上3000亿美元啊，那你台湾要怎么选？那台湾会不会有意见啊？我想，台湾自己想一想嘛，如果川普有一天说支持国民党，税10%，这一点可能在台湾会不会起？民进党会不会很生气啊？还是民进党还是觉得说川普英雄伟大啊？这个我不知道了。反正他一旦介选，你就可以知道了。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米莱来说，他清楚的知道他不可能没有中国大陆，所以他即使跟川普再好，他也不敢完全答应满足川普的要求。中国大陆有在发展南极，那南极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就是从阿根廷过去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米莱他不可能说因为这个川普的意见，他就对于中国大陆在南极的一个发展那么设限了。我想这个应该还不至于。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讲，米莱它本身的贸易能够这样子能够做下去，因为这个才是永久的。借钱你要还的，而且呢，以美国人常常做出来的情况是，我说给你，但实际上到最后钱没到位，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啊。以美国目前来讲，政府都没有钱发薪水了，你如何给阿根廷200亿美元？我都不晓得联邦政府如果不赶快解决他们跟国会之间的恶斗那他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军人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军嫂都去排队领这个食物救济了，那你怎么给阿根廷200亿美元？说大话。这个川普对他的照片很不满意了，那因为没有把他拍得帅帅的，可是他把他我觉得这个《时代周刊》把他拍的英雄威武从底下这个俯视那个很巨大但是他不满意，因为他觉得头发太少了因为他的头发一直被大家质疑嘛，他也曾经抓给大家看说是真的不是假的但当然这个到底《时代》杂志故意讽刺他说你没有头发还是有，我们也不知道。好，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中东地区的和平的问题，得意太早，开心太早。为什么？因为各位想想，如果没有维和部队，而且如果没有以美国为主的维和部队进入中东这个地区的话，如果单靠埃及、卡达土耳其等这些维和部队进入加沙这个地方来进行社会秩序的维持，我觉得这是会有问题的。对，哈马斯如果不把它纳入这个加沙地区的治理，它走入地下，问题更大。不要忘了，2年的战争，哈马斯一旦落出来，至少7000个人，武装力量是，所以它元气有受损，可是它的战斗力还在。它马上就进行了一个公开的枪决通敌者的一个活动，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社会秩序，哈马斯在第一时间又抢控了。我觉得说中东和平了太早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接下来请教彬哥。我觉得川普有的时候讲话真的很妙。这个米莱伊其实他一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向美国求助了，但是当时美国没理他。那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他转向去中国大陆求助，中国大陆慢慢也给他一些援助。那现在，因为他还是撑不下去嘛，那希望川普能够援助他。结果川普给他画个大饼，你赢了我就援助你。我赢了我还需要你干嘛？我就是因为会输，所以我才要你援助啊，不就这样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也是很搞笑。那川普最近很喜欢威胁别人，他不但威胁阿根廷，他最近还说，他今天才在那个 Twitter 上面发的他说，你们要加入那个 BRICS 就是金砖可以啊。你加入的话，我就给你征很高的关税。然后他还自吹自擂，他说：“自从我这样讲之后，现在没有人敢加入金砖了。”
有吗？不是，问题就是明明人家还是在加入新专啊，所以你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川普有点在自嗨啊。那所以这次 Time 用这张照片，我觉得是蛮有含义的。对啊，因为一般来说，你由下往上这种仰视，是通常就代表他是个伟人，他做了一个什么伟大的成就，所以用这种视角，对不对？是对的，因为就是要赞扬他达成一个伟大的成就嘛。可是他就特别给你选了一张，没头发的，对，这叫无法无天。双关语，对啊还有中文的双关语。我不知道 Time 的这个编辑有没有中文素养，我就不晓得。但是很容易让中文有中文联想的人会想到这个东西，因为要选漂亮的照片，我不相信选不到了。他们会选这个一定有深意，因为以前我们在我们那一些什么苹果啊这些媒体，我们都会专门选一些很奇怪的照片，就是特别要去凸显这些东西啊。那川普现在当然洋洋得意，认为他促成了这个中东的和平，以巴之间的和平，可是有吗？你看现在我们这边自己都讲，冲突马上就起来了。然后哈马斯一直说，你要我缴械可以，可是我不会交给以色列人，也不会交给美军，我是要移交给未来的巴勒斯坦政府。现在根本就没有未来的巴勒斯坦政府，全天下他要交给谁？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完全不像川普讲的这么乐观了。当然，现在有一部分就是人质已经被释放了，这是件好事。可是你说在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还有双方的互信度如此低的情况下，你说不会再发生冲突吗？这个永久和平能够达成吗？说真的，我是一点都不相信哦。那导致川普现在真的认为，好，今年拿不到诺贝尔奖，我明年再来，所以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今年可能因为时间太晚嘛，赶不及在他们决定之前促成以巴和平。我这一次准备促成全世界的和平，我看你到底诺贝尔给不给我奖啊？那没关系，他这样做我是蛮乐见的啦。世界也真的需要和平了。那但是川普要做成真的和平，而不要只是嘴巴上面的和平。好，进下广告。时间交给厉将军。我觉得川普被米莱耍了哈，这个他给他200亿，就米莱第一件事情干什么？他有了200亿以后，他立刻取消他的出口关税哈，出口本来要有税的，所以他卖了这种10船的黄豆给中国哈，因为你没有税就比较便宜嘛，那中国赶快就买了10船，那是不是反而坑了这个川普来讲？他现在黄豆没地方卖，就反而这个阿根廷来讲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卖给中国，确实被耍了。那我觉得以色列这个加沙走廊这场来讲的话，这个我将它形容成，如果说一个压力锅在底下已经在沸腾了，底下你应该是把底下火关掉，而不是硬要一个盖子把它盖上去，把这个里面沸腾的气给它压住。那底下的火如果说没有关掉的话，继续闷烧，继续烧来讲的话，等到那个压力超过临界值一样，它自然会再爆炸，而且可能会更加严重。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加沙地区，虽然说是人质获得释放，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所有问题，包括川普所提的20点，所有理由我们没有看到实现的，包括现在哈马斯并没有解除武装，哈马斯也没有离开加沙，不但没有离开加沙，还在这边公然枪毙他所谓的这个巴勒斯坦奸了哈，这几个可能当初跟以色列勾结在一起，然后他们被他抓到以后，他这时候公然枪毙。那以色列来讲的话，我们也没看到以色列撤离这个地方，也没看到以色列撤军。那试问一下，加上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哈马斯公然在街上枪毙人，试问一下，有哪一个组织这时候敢进去对加沙地区做治理？那你认为说纯粹派文人进去治理，会达到治理效果，会达到和平，会让大家都放下武器吗？我觉得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加沙这一局川普只是为了